程毅走的笨路，其实是内娱唯一的活路。拆解一个反流量样本，所有人都说程毅佛系，不争不抢，安安静静拍戏，像内娱的一股清流错。大错特错，他不是佛系，他是内娱最凶的那个人。只是他抢的东西跟你以为的完全不一样。最近网上有篇文章火了，专门讲程毅这个人有多拼。40度高温穿5层戏服，吐血拍18条，零下5度被威亚吊18个小时，骨折了打石膏还跑，拿鱼线勒自己脖子，为了瘦到脱相28天只吃水煮菜。看完之后你会觉得，哇，这个人太苦了，太拼了，太让人心疼了。文章写得好不好？挺好的。数据真不真？应该是真的。但是说实话，读完之后我总觉得差点什么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他只告诉你一件事，程毅很努力，但这是废话，内娱努力的人少吗？不少。肯吃苦的人少吗？也不少。有些18线演员拍戏比他还苦，受伤比他还重，最后连名字都没人记住。所以努力这个叙事它是真的，但它解释不了程毅为什么能火到现在今天这期视频。我想做的事情不一样，我不想跟你讲他有多努力，那篇文章已经讲够了。我想聊的是他到底做对了什么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做对的这些事为什么恰好踩在了内娱这几年变化的节奏上。我分4层讲，一层一层包，从表面到最深处好。第一层，先说表面，也就是那篇文章在讲的东西，苦情叙事。程毅拍戏确实拼命，这点没什么好争的。琉璃吐血戏18条，被强撞出永久性腰伤。天地剑心零下5度吊威亚18小时，蒙眼打戏提前45天特训，被球砸脸7次，真火舞剑火焰离脸30厘米。沉香如屑右腿骨折打石膏拍跑步戏。英雄志28天水煮菜瘦到脱相。傅山海自己扇巴掌扇到脸红，这些事迹是真的。央视也好，人民日报也好，都表扬过他。但我说句不太好听的，这种敬业叙事在内娱其实是有套路的。很多团队会刻意放出演员受伤的花絮，制造敬业人设。这不是说程毅造假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受的伤是实打实的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仅仅靠吃苦这个标签是不够的。你想想看，前几年有多少人被贴上敬业、吃苦的标签？最后呢？标签贴完了，下一部戏扑了，观众就忘了。所以程毅身上一定有比努力更核心的东西，第2层才是关键。我管它叫程毅的战略自觉。那篇文章说程毅不上综艺，不炒绯闻，不买热搜，说的好像他是个与世无争的隐士。但你仔细想想，在内娱，一个演员主动放弃综艺曝光，这不是佛系，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战略选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得理解内娱的商业逻辑。一个演员的收入来源大概几块：影视片酬、综艺通告费、代言费、直播带货。其中综艺和直播是来钱最快的，上一档综艺录几天，几百万到手。直播带货更猛，一场下来几千万流水都有可能。而且综艺还有个好处，保持曝光度，让观众不忘记你。在这个逻辑下，拒绝综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主动砍掉了一大块收入，主动降低了曝光频率，在所有人都在刷脸的时候选择了消失。这个决定说好听叫专注，说难听叫反商业直觉，但程毅偏偏做了。而且不是做1次2次，是持续好几年都这么干。这里头有个很微妙的计算，不对，我换个说法，不一定是计算，也可能是本能。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结果是一样的，他用不出现来制造稀缺感。你想想，为什么莲花楼播出的时候，大家对程毅的印象那么新鲜？因为你平时根本看不到他，他不在综艺里插科打诨，不在直播间里卖货，不在社交媒体上天天发自拍。你对他的全部认知来自他的角色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次他出现在屏幕上，观众看到的是角色，不是程毅这个人。他没有用真人秀里的综艺感覆盖掉角色的沉浸感。说白了，他保护了自己最值钱的东西，
角色说服力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这几年有一批演员，特别是那种综艺上太多的，演什么都让人出戏？不点名了哈，但你们肯定能想到几个。观众一看到他们的脸，第一反应不是这个角色，而是这个人上次在那个节目里怎样怎样。这就是过度曝光的代价，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。程毅不上综艺的第二个好处是他把省下来的时间全砸进了角色准备。别人在录综艺的时候，他在写角色分析，在练表情，在对着镜子抠眼神。这不是我编的，多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提过，他的剧本上永远密密麻麻写满标注。所以你看到的佛系其实是一种非常清醒的资源配置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从快速变现挪到长期价值积累，这不是不争，这是争的方向不一样。好，第三层，我们把镜头从程毅身上拉远，看看更大的画面。问题是，为什么程毅的这套反流量打法恰好在这几年跑通了？如果是5、6年前，你说一个演员不上综艺，不买热搜，靠作品说话，老实说，可能就被淘汰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内娱的逻辑是，流量就是一切。粉丝数据好，就有资源，有资源就有好剧本，有好剧本就有更多流量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，但是这几年，这个循环开始崩了几个关键变化。第一，观众变了。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流量轰炸，观众的耐心被消耗光了。打开一部剧，演员脸熟，但演技拉胯，特效廉价，剧本注水，这种事经历多了，观众开始用脚投票。豆瓣评分、弹幕口碑，这些东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。第二，平台变了。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这些平台开始调整策略。以前是砸钱买流量明星的头部剧就行，现在发现光有流量没有口碑，长期来看留不住付费用户。所以你看到这几年平台越来越重视口碑剧，黑马剧的生存空间变大了。第三，也是最根本的，监管变了。2021年清朗行动之后，内娱的整个生态被重塑，打头、控评、买热搜这些操作被严格限制，粉丝经济的一些核心玩法直接被掐断。这意味着纯靠粉丝数据堆出来的流量含金量大幅缩水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程毅那套打法突然就变得特别合理了。他不依赖流量数据，不依赖粉丝打头，不依赖综艺曝光，他依赖的是作品口碑和角色记忆度。而恰好，这是新时代内娱最稀缺的东西。琉璃的雨丝凤让他从18线直接跳到1线视野，但真正巩固他地位的是莲花楼。豆瓣 8.5 分，85万人打分，爱奇艺热度破万，央八收视率破1。这个成绩放在内娱所有流量小生里比较，几乎没有对手。但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他不是没翻过车。2025年的《富山海》，说实话，争议很大，抠图穿帮，制作粗糙，口碑暴跌，甚至有人说程毅在直播里的发言惹恼了观众。那段时间，程毅翻车几乎是全网热点。读到那些新闻的时候，我愣了好几秒。因为如果一个靠作品说话的演员，作品本身出了问题，那不就等于根基动摇了吗？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更有意思。富山海翻车之后不到1个月，天地剑心开播，上线90分钟，热度破6000，后来冲上9000，创了平台年度首播纪录，累计有效播放破10亿。虽然也有一些争议，但整体热度和数据是实打实的。然后年底，长安24季上了央视8套，同步 Netflix 全球190多个国家。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。富山海的翻车说明程毅不是无敌的，他的模式也有风险，制作质量不行，他一个人救不了。但天地剑心和长安24季的快速回血又说明，只要作品质量回来了，他的底盘还在，观众对他有容错空间，因为之前积累的信任够厚。这就是长期主义的好处，你偶尔摔一跤不会直接摔死，因为你有信用储蓄，而那些纯靠流量撑着的艺人呢，一旦数据下滑，根本没有缓冲带。
因为观众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你的作品来得好。最后一层，也是我觉得最值得说的。2026年1月，程毅跟欢瑞世纪合约到期，正式不续约这件事的分量，可能比表面看到的大得多。先说个数字，欢瑞世纪股价因为程毅不续约，2天跌了 12.35%， 市值蒸发超过10个亿。一个演员离开，能让一家上市公司市值蒸发10亿，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。程毅在欢瑞待了8年，从默默无闻到顶流，这8年里，他所有的资源基本上都是欢瑞在安排。欢瑞给他的好处是稳定的剧本供给，琉璃、沉香如屑，这些都是欢瑞的项目。但问题是，欢瑞的项目类型比较单一，古偶居多，而且程毅在很多选角和项目决策上未必有100%的主导权。离开欢瑞之后，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永康奇缘影视文化工作室，注册资本从500万加到了800万，经营范围里加了影视项目投资。这事儿我当时也是查了半天才搞明白，加影视项目投资这个经营范围，意思是他不只是要接戏了，他要参与项目从开发到制作的全链条。说白了，从棋子变棋手，然后你看他离开欢瑞之后的动作。手握2京15日，马伯庸原著改编，张黎执导，林更新2番，爱奇艺预约量破49万，待播榜连续多周排名第1，非粉丝预约占比超过 40%。 还有英雄志，压了3年，终于传出过审消息。另外还有新的权谋路线的规划，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他之前在欢瑞主要拍古偶和仙侠，离开之后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权谋剧和历史传奇剧，这说明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，拓宽戏路，从古偶小生转型成综合实力派。而且我不是100%确定，但根据目前看到的信息，他在新项目里的话语权明显更大了。搭档的导演是张黎，拍过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那个张黎。这个级别的合作，在欢瑞时期几乎不可能争取到。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可靠的信源，所以只是个人推测，但我倾向于认为，程毅离开欢瑞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在确保手里有足够筹码之后的计划性行动。他手上有待播剧做缓冲，有预约数据证明市场价值，有从仙侠到权谋的戏路拓展规划。这是一部算好的棋。对了，还有件事。他离开欢瑞这件事本身，其实折射了一个更大的趋势，内娱头部艺人越来越倾向于独立运营。以前经纪公司是绝对的强势方，艺人只能依附。但现在，程毅、赵丽颖、杨紫这些有了作品底气的艺人，都在选择自建工作室，掌握主动权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当流量不再是唯一货币，作品力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时候，演员不再需要经纪公司帮他们刷数据、买热搜、安排综艺，他们需要的是好剧本和好团队，而这些东西，一个有谈判能力的独立工作室反而更容易争取到。好，说回最开始的问题，程毅的成功是玄学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非要总结的话，他做对了3件事。第一，把时间花在慢变量上，演技和角色，这些东西短期看不出来，但长期复利惊人。第二，拒绝过度曝光，保护了角色的沉浸感和自身的稀缺价值。第三，踩准了内娱从流量为王到口碑为王的结构性转变，但我也得给这个叙事泼一盆冷水，它的模式不是没有风险。富山海的翻车证明了，如果制作质量拉胯，演员拼命也救不了。他离开欢瑞之后，没有了稳定的项目供给，如果连续2-3部作品失利，市场对他的信心会快速消退。而且他现在走的权谋加历史路线，竞争对手不一样了，那个赛道上有张译、于和伟、王劲松这些老戏骨，国偶赛道的打法未必管用，我可能说错了。但根据目前的情况，我倾向于认为2026年是程毅的关键年。2京15日如果能像莲花楼一样口碑热度双爆，他就彻底完成从国偶顶流到综合一线的跨越。如果扑了，不是说他就完了，但转型的窗口期会变得很窄。
所以我的预测是这样的，诚意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其他流量小生，他最大的敌人是诚意模式本身的可复制性。如果越来越多的演员学会了他的打法，少上综艺，死磕演技，长期主义，那他的差异化优势就会被稀释。但说实话，我不太担心这个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诚意模式很难复制吗？不是因为技术壁垒高，是因为大多数人根本忍不了。在所有人都在赚快钱的时候，你能忍住不伸手？在热搜上所有人都在你前面的时候，你能忍住不着急？在经纪公司拿着综艺通告单找你的时候，你能忍住说不去？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这是人性问题。而诚意，不管是天生如此还是后天磨出来的，他碰巧是那个忍得住的人。各位怎么看？你觉得诚意的反流量模式能走多远？2026年他手上这几部待播剧，你最期待哪部？特别是2京15日，马伯庸的本子，张黎的镜头，诚意嘉玲更新的组合，你觉得能爆吗？评论区聊聊，如果觉得这期有点意思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